一天除30名伊朗大将，秘密总部斩首最高指挥官，120枚精确制导炸弹，以军轰炸伊朗导弹基地，半数导弹被炸毁。霍尔木兹海峡成伊朗最后底牌。B-2轰炸机集结，美军或动用战术核武摧毁伊朗地下和心脏，崩溃在即，近半国民盼伊朗政权倒台。乌再出骑兵深入俄后方4000公里俄战略导弹基地爆炸。据路透社消息，以色列近日持续加大对伊朗军政高层的打击力度。以军方情报机构公开表示，在冲突爆发首日即精准清除了多达30名伊朗指挥官，震动伊朗军界。而伊朗方面则在高压中迅速调整指挥体系，接连启用新将领应对战局。以色列空军20日还发布声明称，在以色列安全局提供情报支持下，本周对加沙地带实施了一次定点空袭，成功清除伊斯兰圣战组织一名核心指挥官，被击者为阿里·萨阿迪·瓦菲·阿拉尼亚，系圣战者旅南加沙地区军事指挥官，长期活跃于哈马斯控制区域，策划并参与多起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行动。情报显示，他曾直接参与处理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中被害的以色列夫妇朱迪·哈盖与盖德·哈盖，将其掩埋于哈马斯囚禁区内部。以色列安全局与国防军联合表示，将继续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清剿行动，誓言一个不漏追捕所有参与那场大屠杀的恐怖分子，无论其藏匿何处，都将面临清算。对此，伊朗官方予以否认，坚称沙德马尼依旧存活，且情况已趋稳定。事实上，沙德马尼本就是紧急接替前任拉希德上任，而拉希德几天前已在一次定点打击中丧命，短时间内连续2位高级军官遭袭，使得伊朗不得不再度启用新将领。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也紧急任命马吉德·卡德米接替前情报局长卡泽米，后者同样在此前的打击中阵亡。以色列的攻势明显对伊朗指挥链造成了严重冲击，伊方指挥系统频繁更换，不少刚刚履新者便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德黑兰方面虽未承认伤亡具体数字，但承认战局正在快速变化，并宣称尚未全面出手。此外，以色列媒体披露了一项更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在一场隐秘斩首行动中，9名伊朗高级和科学家在睡梦中被精准清除。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这些暗杀行动动用了特殊武器，该武器目前受到严格保密，外界无法得知其具体细节。以冲突持续升级之际，以色列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威胁也愈加直接和强硬。6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卡兹在最新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将哈梅内伊称为现代版希特勒，并警告称他将无法继续存在。这一表态被视为以色列对哈梅内伊发出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实际上，这并非首次以色列高层发出类似警告。此前，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已将哈梅内伊类比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而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曾公开提到可能对其展开斩首式打击。尽管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新的回应，但德黑兰此前已表示，任何针对最高领袖的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红线，并扬言将继续通过导弹袭击予以回应。6月19日，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新一轮导弹袭击，目标直指特拉维夫的股票交易大厦，这也是以色列境内唯一的证券交易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现场画面显示大楼遭到显著破坏，但市场反应却出人意料。以色列主要股指 TN125 当日不跌反涨，自冲突爆发以来累计已上涨 16%， 创下阶段性新高。不仅如此，以色列谢克尔对美元与欧元的汇率也持续走强，这种逆势上扬的金融表现被外界解读为投资人对以色列安保体系与市场韧性的信心体现。而在伊朗发动导弹打击后不久，6月20日凌晨，以军再次出动逾60架战机。据悉，以军共投掷约120枚精确制导炸弹，重点打击了导弹工厂和核研究设施。另外，以军还对德黑兰东北部的拉维赞地区实施空袭，目标是一处革命卫队地下基地。
该地点曾被伊朗社交平台传为哈梅内伊的藏身处，虽未被以方证实，但引发了伊朗民众高度紧张和舆论热议。据悉，摩萨德目前正在对伊朗导弹系统进行系统性摧毁。伊方表示，在掌握伊朗上空制空权后，空军已配合情报系统摧毁了伊朗2/3的导弹发射载具，现存不足100套。这一战术有效减轻了防空系统的压力，也降低了昂贵拦截弹的消耗。以色列军方还透露，仅6月19日一天的空袭作战成本就高达 3.1 亿美元，而来自德国与美国的14架运输机也于当日降落特拉维夫，为以军补充了大量弹药。伊朗方面则试图通过宣传击落以军第5架 F-35 战机并俘获飞行员来鼓舞士气，但事件很快被揭穿，该飞行员实为俄罗斯音乐人安德烈·马卡列维奇，被误当成战俘，尴尬收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伊朗官方此前曾宣称摧毁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并掌控其空域，但这一说法随即遭到以方否认。以色列方面强调，其铁穹等防御系统依然运转良好，并成功拦截大部分来袭导弹。分析指出，伊朗导弹成本高昂且库存有限，其攻势频率已呈下降趋势。当前，伊以冲突已超越传统军事对抗，正迅速演变为一场围绕国家高层的情报与心理战。以色列不仅通过密集空袭和定点清除行动打击伊朗关键军事与核设施，还不断释放针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的强烈信号，显示其战略重心正向斩首行动靠拢。而伊朗则试图以导弹与无人机维持攻势，但随着成本高昂、命中率下降以及拦截系统的有效运行，其持续打击能力正遭受挑战。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战争形态已从战术层面升级为战略层面的对抗，局势正滑向更加复杂和危险的临界边缘。伊朗前革命卫队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在最新深夜采访中表示，冲突已持续7天，伊朗累计向以色列发射超过400枚导弹，其中部分成功突破铁穹防御系统。他虽未透露具体命中数据，但强调伊方尚未动用海陆打击力量，并特意提及霍尔木兹海峡，暗示伊朗拥有升级局势的关键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1/3石油运输的要道，若伊朗试图封锁此地，势必引发不止一枚两国的反制，更将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干预。雷扎伊还透露，有盟友主动提出参战意向，虽未明指，但外界普遍认为其指向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然而，这两支力量目前也正遭受以色列高强度打击，能否实际投入战场仍存不确定性。根据公开数据，伊朗目前已对以色列发动14轮导弹袭击，尽管以方防御系统表现优异，但最新数据显示，拦截成功率已从前日的 90% 降至 65%， 表明部分导弹确实突破防线并造成影响。伊朗方面声称，其中一枚导弹击中索罗卡医院下方的隐藏军事目标，那是位于索罗卡医院附近的以军情报与指挥中心，而非民用设施。伊朗方面指出，该设施位于 GAV 样科技园区，距医院仅2公里，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强烈反驳，直指伊朗蓄意攻击平民医疗机构。以色列方面证实，索罗卡医院遭到导弹直接命中，已造成至少32人院内受伤，总伤者升至65人，其中3人伤势危重。医院多个病区受损，部分设备瘫痪。除贝尔谢巴外，伊朗导弹还击中霍龙与拉马特干的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倒塌。消防人员连夜搜救，在瓦砾中救出多名伤者，但也确认部分建筑结构全毁，需整体拆除。以色列政府对袭击表示震怒，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先后表态，誓言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卡茨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将扩大打击力度，锁定伊朗的战略设施与政府目标，不排除升级到针对性打击伊朗高层。当前局势急剧升温，双方围绕目标性质的争执也将成为下一阶段战争合法性与舆论战的核心焦点。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近2日已对伊朗多处和相关设施实施空袭，其中包括仍在建设中的阿拉克重水反应炉。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卫星图像证实该设施受损，但由于尚未投入使用，暂无核污染风险。
事态正持续升级，双方对关键战略目标的打击已迈入实质阶段。在伊朗与以色列冲突持续升级之际，战局的真正关键可能将取决于伊朗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命运。以色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唯有彻底摧毁该设施，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然而，由于福尔多深埋于山体之下，以色列尚缺乏足够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 GBU-57 巨型钻地毯来完成此类任务。目前，美国白宫内部就是否协助以色列摧毁该目标爆发激烈分歧。副总统万斯与中东特使特拉维夫明确反对军事介入，担忧此举将引发伊朗对美国本土或海外基地的直接报复，甚至可能将俄罗斯拖入冲突。而特朗普本人则迟迟未表态，仅由白宫发言人对外宣称，将在2周内给出明确决策。不过，熟悉特朗普行事风格的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这个2周的承诺很可能只是拖延的托词。与此同时，美军的动向已引发广泛关注。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近期被发现部署至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基地，这款机型正是搭载 GBU-57 钻地毯，用于打击深层地下目标的关键平台。美国情报界指出，若依赖常规钻地毯攻击福尔多，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命中同一位置，成功率和毁伤程度均存在不确定性。这一技术瓶颈也推动白宫内部少数强硬派讨论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真正迈出核门槛的可能性仍然极低。主要顾虑包括核武攻击带来的全球舆论风暴，可能引发的地区连锁反应，以及目标本身具有放射性风险，可能诱发严重核污染。在舆论之外，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日益加剧。据报道，已有27名国会议员提交议案，要求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批准直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此外，还有消息称，美国部分亲以色列的犹太财团对特朗普发出政治施压，暗示若其不协助以色列摧毁福尔多，将考虑终止对共和党及其竞选的资金支持。作为替代方案，以色列据称正加紧与区域盟友协调，准备封锁伊朗边界，切断战略物资通道，并考虑配合特种部队展开多点斩首行动，甚至研判是否可通过空投武器鼓动伊朗国内内部变局。从目前形势看，以冲突已从最初的导弹打击与舆论对抗，逐步演化为围绕政权稳定与战略摧毁的深层次较量。哈梅内伊政权能否顶住这一轮危机？以色列情报机构是否会再次上演精准暗杀或破坏行动？这些答案或将在未来几周内逐步揭晓。而这场战事也正在悄然重塑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未来走向。6月20日，尽管以伊之间的导弹与无人机交火仍在继续，但以色列本土社会却已基本恢复正常，商场、公园、海滩等地重新开放，不少民众甚至在阳光下享受着日光浴。法新社拍摄的画面与网络上传播的以色列遭严重破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而在伊朗南部的战略港口阿巴斯港，一幕极具反差的场景正在上演，一边是防空警报声持续拉响，导弹拦截火光划破夜空，另一边却是节日人群在音乐与烟花中高举国旗，载歌载舞，冲突与狂欢并存，这成了今日伊朗最真实的写照，一个在危机中强装镇定的国家。多家西方媒体对此评价直白，伊朗政权的崩溃已是历史的必然。这样的断言并非源于以色列空军的战果，而是指向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动荡。数据显示，伊朗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其最大愿望是看到现政权终结，其中不乏为此愿意冒险与以色列暗中合作的群体，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正是在这种撕裂的背景下，那些仍在幻想神权永固的伊朗统治者，正在面临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民间的愤怒与对自由、公正的渴望早已突破了官方的控制力，即使再高压的手段，也难以彻底压制住年轻一代对变革的诉求。而在全球化时代下，一个封闭、对抗、孤立的体制，注定无法与世界经济和秩序长久协作。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奇·哈雷维在最新讲话中发出警告，表示以色列必须为与伊朗之间一场长期战役做好准备。他指出，
伊朗过去数年一直在推进明确的毁灭以色列的计划，而眼下这一计划已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其战略能力已具备实战水平。他透露，以色列在当前行动开始前，情报评估显示伊朗手中约有2500枚地对地导弹，并具备高效的武器制造能力，预计2年内该数字可能膨胀至8000枚。伊朗的导弹部署、中东地区的代理武装以及其核计划的快速推进，迫使以色列不得不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不会坐视威胁的增长而无动于衷。他强调，根据新的军事战略理论，我们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不等威胁来临，而是率先出击，阻断其发展。参谋长指出，此次行动并非仓促之举，而是多年准备、战机成熟的结果。他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犹豫，将会错失当前的有利条件，未来或将面临更大的战略被动。历史不会宽恕我们的拖延，我们必须在敌人达到临界能力之前行动。在谈到战果时，他称以色列对伊朗的第一轮打击收效显著，我们成功摧毁了伊朗部分高级指挥系统，重创其核研究项目，打通了通往德黑兰的空中通道，摧毁了约一半的导弹发射架，其中一些甚至在即将发射前被击中。他还提到，伊朗正在故意利用其弱点，频繁对以色列平民区域发动攻击，妄图打击后方意志。但以色列国防军深知，后方民众正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而非软肋。我们正在为多种可能的情境做全面准备。他说，这场战争的规模、复杂度前所未有，它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打击，而是一场涉及生存与未来的战略较量。据多家俄语军事频道爆料，乌克兰疑似特种侦察与破坏小组已绕到哈萨克斯坦，渗透至位于俄罗斯欧亚交界要道的奥伦堡地区，并锁定了俄军战略导弹部队基地。社交媒体上更是流传出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画面中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远处不断传来剧烈爆炸，白烟升腾，随后镜头突然中断，疑似因爆炸冲击波所致。尽管莫斯科方面暂未正式回应，但从爆炸地点距离乌克兰已超过1000公里来看，此次疑似袭击行动若属实，将意味着乌军正将蛛网战略推向更深的俄境纵深。这一战略曾在6月初震动全球。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深入俄后方4000公里，连续摧毁多个空军基地，迫使俄军战略轰炸机大规模后撤，大幅削弱其远程打击能力。另外，近日乌克兰炮兵在赫尔松州旧兹布里夫卡村附近成功精准打击了一支正在构筑防御工事的俄罗斯部队。这次行动是乌军近期在赫尔松地区多次反击中的重要一环，充分体现了乌克兰对前线态势的精准掌控和强大打击力。赫尔松作为俄乌冲突中的关键战略地带，自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激烈争夺。早在2023年5月，乌军就曾对旧兹布里夫卡等多个目标发起炮击。2024年5月，乌军动用2枚高精度空炸弹重创斯塔拉兹布里夫卡的俄军阵地，造成重大损失。2025年6月5日，乌军更使用新型100公斤级武器，摧毁赫尔松一处重要防御设施，彰显武器性能和打击效果的显著提升。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第114国土防御旅隐形小队近日在西维尔斯克前线成功击毙4名试图突袭的俄罗斯摩托车兵。这支以快速反应和灵活作战著称的小队，再次展现了其高效的战斗力。第114国土防御旅隶属乌克兰领土防御部队，驻扎在基辅州。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多地防御与反击。西维尔斯克作为顿巴斯战区的重要战略据点，历来是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乌军此前已多次利用无人机与火炮协同作战，成功阻止俄军对该市的推进。此次击退摩托车兵的行动，是对俄持续侵略的强烈回应，也暴露出俄军摩托化推进战术在乌军防线上遭遇的严峻挑战。一名乌军士兵表示，这就是侵略者应付出的代价。普京发动的全面战争，最终让大量士兵沦为前线炮灰。与此同时，国际支持乌克兰的态势也在加速加强。瑞典近日宣布，将追加300亿美元国防预算，使军费占 GDP 比重升至 3.5%， 民防支出 1.5%， 首次全面达到北约防务总标准。
这一巨额开支在中立国瑞典历史上极为罕见，甚至被瑞典财政部长斯万特松形容为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不用说俄语。除财政支持外，乌克兰与瑞典还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携手开发军事太空技术，进一步丰富乌方卫星侦察手段，减少对星链的依赖。同时，瑞典也表示将吸取乌克兰实战经验，融入北欧防务体系，与基辅建立更紧密的防御协作。